你才回来又要出去啊？你还没回答我，婉清在哪儿找到的？在海边找到的，后来婉阳也去了。那婉清家里是出了什么大事？她会离家出走？婉阳都不告诉我，婉清更不会说了。她当然不会告诉你，你又不是我哥。你哥连婉清出事了，他都置身事外，这算什么？肯定跟静媛有关系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我哥变心，婉清也不会变心。他告诉过我，他爱的是我哥乔金帆，不是你莫林天。那为什么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抱着我哭啊？莫林天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知道你是想气我，气到自动流产，你好置身事外是吧？哼，对不起，我不会中计。你不需要忍我。哼，你这种男人，永远不懂得女人的忍耐能力。我今天不想动胎气，我要去医院做超声波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你今天气色很好，是不是正做美梦呢？宝宝已经4个月了，昨天他在我的肚子里动了一下，我兴奋了一整天呢。当妈妈的感觉好神奇。还有，我去做了超声波，你看。这是他的小手，这是他的小脚。医生说，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宝宝的性别了，但还不能说。妈，你希望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如果当年我是男孩，我们母女俩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所以我希望宝宝是个男孩，这样奶奶就会再度接受我，我的心里就踏实了。所以呀，你要赶快醒过来，不然你就看不到宝宝出生的时候，宝宝很想外婆亲他呢。来，小姐，你来了。我爸还是每天送一枝花来啊。每天一朵黄玫瑰，这乔董啊真有心。只要有钱是办得到的。来，小姐，这些枯萎的花怎么处理呀？像平常一样扔掉。妈！医生，医生！凤仪，凤仪。我昏迷多久了？半年多了。季云，你瘦了，不过能再见到你们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没事就好了，别想太多了，好好休息。我出去叫护士加张床，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儿陪你。妈，你昏迷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来看你，说的话，你都能听见吗？妈，很模糊，分不清是真还是幻觉。昏迷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？妈，我跟林天结婚了，而且我还怀孕4个月了呢。爸现在让我在家安心养胎，所以我现在没去公司了。
真是太好了，我女儿都要当妈了，可惜嘛，没能参加你的婚礼。还有啊，自从妈出事以后，乔老太反而对我很好，她也承认我是她的孙女儿，还带我出席很多场合呢。那乔家呢？乔家怎么样？爸跟奶奶还是老样子。啊，就唐艳萍，精神状况稳定很多，她已经返回乔家了。他没有伤害到你吗？没有，乔家上下都对我很好。虽然陶艳萍跟我是没什么话说，不过她对我挺好的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她还送我一只翡翠胸针，还给宝宝织了一件围巾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可能太累了，不想讲话。不说不说。今天提早下班吧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躲着我了？那我现在送你回家吧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因为静媛的事情生气了？你听我解释啊！你别再跟我说这个了。怎么可以不说这个呢？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每一次我看到你这样的时候，心里都特别难受，特别的难过。你放心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妥当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给彼此一点时间，去适应这种转变，行吗？你是乔氏唯一的继承人，你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你的工作上？你现在不只代表你自己，你也代表整个乔氏。我不想再听见什么工作、什么乔氏了。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都是我自己来决定的。你不想听，我也要说。你得到了多少，你就应该承担多少责任。金帆，你别再把自己当小孩子了。你每天都在耍你的少爷脾气。你觉得大家凭什么为你买账？还不是因为有乔氏给你撑腰？要不是因为你姓乔，谁会理你啊？那你呢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那些东西我一点都不在乎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真的。我们别再说这个了，有些事情说清楚了，我们反而没法面对对方。怎么了？婉娟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乔金帆，我真的很感激你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我觉得你总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我曾经那么依赖你，你不要再为我改变你自己。现在，就像你当初拯救我一样，去帮助乔氏，帮助静远吧。婉清，你可不可以？谁啊？进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
寿了。你也是，都是我让你操心了。不生爸的气啊，已经够好了，还能大度的替别人想。你的个性就跟你妈一样，太像了。爸，这么多年，你想起过他吗？当然有啊。人呢，永远想的是自己得不到的那个。爸也一样。一个秘密，我留下的唯一的一张，没有被他给收走。她长得真美。你妈都跟你讲了是吧？她呀，这一辈子就是管不住她那张嘴。爸，如果妈那天不是因为一时激动说出来，你们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？如果说出来会注定伤害你的话，那我们就在一个假象里过日子，难道不好吗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过去了。不想让自己的事情影响你。我想问你，你跟乔金帆怎么样？应该快结束了吧？他的前女友回来了。反正我们在一起本来也是一场闹剧，早点结束不是挺好的吗？那个叫静媛的，听说了，独生女，老爸走之前给她留下了10几亿家产，她现在好像是乔氏唯一的依靠。你的意思是，金帆跟他在一起，是为了挽救乔氏？文清，爸知道你一直都很在意金帆。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，你就应该理解他现在的处境。家族生意对他来讲是永远不可分割的。现在只有2条路可以救乔氏，一就是静媛带回来的那笔资金，二就是香港那块地。爸，香港那块地真的可靠吗？爸说的话不可靠吗？妈，这2天头疼吗？不疼了，好多了。医生说你恢复得很好，差不多在1个星期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是啊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在这个病床上躺着，肌肉都快萎缩了。不怕，来，吃苹果。我这个当女儿的就给你捏捏腿，帮助血液循环。这次醒来之后啊，最大的转变就是发现我女儿长大了，当妈了，知道会照顾我了。那是因为我怕你又好端端的再度昏迷，那我怎么办？傻孩子。妈，你看那个大果篮，是奶奶还有陶艳萍让人给送过来的。他们知道我醒了以后说什么了吗？我哪敢打听啊！万一再给我安上一条无风起浪的罪名怎么办？我想现在最紧张的应该是陶艳萍吧，因为她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，返回乔家，得回爸爸的心。结果你又醒了，妈，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啊，爸可是一点笑容都没有。
是吗？还有啊，金帆哥的前女友晋元回来了。金帆哥跟婉晴闹得乔家全家鸡犬不宁的。就算是这样好了，乔家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也不派一个人过来看看你，每天就送一个大果篮来，有钱人真薄情。也许乔老太和燕平见了我之后，不知该说什么好吧。也对啊，我想奶奶她应该不好意思让一个起死回生的人放手，只能说那个陶燕平命不好，永远都胜不过我妈。妈，你现在醒了，爸的心呀都在你这儿，你现在有什么要求，他肯定依你。要不然，你就让爸跟陶燕平离婚。妈通过这件事之后，觉得这个名分远不及活着重要。只要她对我女儿、对我的外孙好就行了。来雪啊，妈这次出院以后，还是打算回法国的。为什么？我想让乔老太和燕平安心的对你好。妈，这一次是一个大好机会。我在乔家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现在凌天又冷落我，好不容易你醒过来了，就是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反败为胜的好机会，怎么能错过啊？我不想让你爸再为难。你什么事情都为他着想，那他呢？他为你着想过吗？不许这么说你爸。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还是你想起什么了？是奶奶，还是陶燕平？是不是他们联手逼你放手？瞎说什么呀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已经都发生了，以后不要再提，成不成？当然不成。你如果要我跟你一样委曲求全，那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呀？我是你女儿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意外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！我是你女儿，总不能有什么冤屈你都不能给我分担吧？那我还是你的女儿吗？那你要先答应妈，无论如何，这件事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！哎，来小姐，来小姐，不要拉我，有话好好说。陶燕平，来小姐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哎，来小姐，不要拉我。陶燕平，你给我下来，听见没有？来小姐，陶燕平，现在才6点，老太太刚起床，乔董他们还在睡觉，你能不能再等一等啊？睡觉？都什么时候了还睡觉？去把陶燕平给我叫下来。好，来小姐，你先坐会儿。是来雪啊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愤愤不平的？跟林天又吵架了？奶奶。哦，我知道，你是来找你爸的吧？你应该先打电话来，我好让司机去接你。你看你现在大着个肚子走来走去的，再动了胎气，可怎么得了？我要找陶延平，我有事要当面问清楚。什么事儿啊？搞得这么严重？燕平，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长辈，叫他一声阿姨也是应该的。这样直呼其名，是不是有点太没家教了？哼，家教？我从小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我哪来的家教？如果我没家教，也比那些装疯卖傻的人好。别闹了，怎么跟奶奶说话呢？啊？有什么事情奶奶给你做主。燕平、来雪，你们留下，季云你去上班吧。不能走，这个事情不能私下处理。你跟我去医院。来雪，你干什么呀？爸，你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妈的昏迷不是意外，都是因为他。这么多年装疯卖傻，他为的就是要博取你的同情，想保住他在乔家的位置。结果无意间被妈发现了，跟他拉扯才被车撞的。
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没胡说，你不相信你问他呀。怎么？你说话呀？你还不承认？好了，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妈为什么昏迷？蓝雪，够为什么？小小的年纪就这么张狂，我不允许你欺负我们家的媳妇儿。再说了，燕平的病有目共睹，就因为你一句话就可以颠倒黑白了？奶奶，既然你还叫我奶奶，那刚才的事情就等于没有发生。赶快回家吧。走吧。爸，他们都是串通好骗你的，你不能相信。爸，你现在跟我去医院问妈，你去问呐。来凤仪所以说这个话，不用问，目的很清楚，你不要被你妈也哄骗了。我妈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蓝雪，你说陶艳萍不是装疯，那你发誓啊你！你不要跟我得寸进尺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允许你把我们乔家任何人的声誉给毁掉。好，你们全都串通起来了，你们果然是一家人，你们根本就是一家颠倒是非的人。好了，蓝雪。妈，老太太，妈，老太太，奶奶，妈，奶奶，你怎么了，妈？奶奶，你不要再装了，你惯用的伎俩我都知道。叫医生来。你骗不了我的，你别再演了，你这样做我们全都知道。给我回家去，好好反省。蓝雪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回去陪你的家人吧。爸打你，爸最难受。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。搞清楚？你只相信你愿意相信的。是你妈叫你来的？没有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无论如何，他都不愿意说。要不是我一再的逼问他，他甚至连我都不愿意说，就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在为你着想。他怕你为难，怕给你添麻烦。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我没他那么伟大，我替他感到不值。你为什么不了解你妈妈的用心呢？还有，你来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会让我把事实说出来吗？有些事情你不懂。我就是不懂，我不懂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你还在帮着乔家来迫害我们母女俩？你明明就知道那个疯婆子她在撒谎，你为什么要包庇她？你不是说你对她没有感情吗？你不是说你这辈子只爱妈一个人吗？有些事情不是黑白对错就可以的，我们还要顾全大局。是啊，你们乔家就是大局，我们来家就该牺牲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？因为我知道你这个父亲靠不住。总之，我欠你们母女的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顾全大局。有的时候，为了家族的利益，可以牺牲个人。我不是我妈，我没她这么笨，没她这么善良。陶元平装疯这件事，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们等着吧。来雪，如果你还想做乔家女儿的话，那就不要再拿这事儿大做文章。你奶奶，她一个人撑住乔家历代的兴衰，她现在年纪大了，啊，你可以不尽孝，但最起码要尊重她。哎，蓝雪，你听我说。
说中午吃什么呀？焦总回来了吗？焦总他说家里有事，今天不回来了，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。华姐辞职以后，我希望大家都上心，有很多工作要补上。婉晴，午饭一起出去吃吧。我叫外卖了。唉，你又叫外卖了？你都连续1个星期吃外卖了。你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工作每天都做不完，你没日没夜这么做下去，你是想得腰椎间盘突出还是颈椎病啊？不要危言耸听，我真没吓唬你。你白天那么早就来上班，晚上又加班加到那么晚，你想当东方不败呀？哟，你看你都长皱纹了，你快看，你快看。婉晴呢？他出去了，应该就在附近，你给他打电话吧。你的未来只有我，我的未来只有你。你是我的女友，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的妈。他没带电话。没事，我去附近找找他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！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我刚去过杂志社，他们告诉我你在这里，所以我过来碰碰运气。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吗？工作的事情无所谓，我真的很想见你，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说。我们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？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找个地方，你慢慢听我解释，好不好？华姐现在辞职了，明娇也没有来上班，杂志社上上下下都是我一个人在忙，我真的很忙，没时间跟你聊。你那么辛苦，干脆就辞了工作，别做了。我不想你那么累，我可以照顾你的。我不需要你照顾我，我在杂志社工作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杂志社那么多人，我要对他们负责任的。你也是，请你对你的乔氏负责，行不行？喂，创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话啊。公司有很多文件等着你签，还有香港地皮的合同，这2天要做最后的。不管什么香港地皮什么合同，你就帮我签，你帮我盯着就好了。就这样了。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姚总让我马上把你叫回来开紧急大会。姚总让我马上把你叫回来开紧急大会。你跟他说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挂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热爱你的工作，我不会干扰你的事业。但是你也不用就这样不理我吧？还要再提这件事吗？不论我怎么解释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但是事实它就是这样啊，是静媛她主动，我跟她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事情的缘由。静媛怕我们有压力，所以她决定回美国去找她的前夫。然后明娇知道了，让我去追她。那天下大雨，路很滑，她的车出了点事，她身体又不舒服，刚好那个时候就在我们家附近，所以我就把她送到我们家去休息。经过就是这样的。那是你们的家，不是我们的家。我让静媛跟你解释。乔金帆，你别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我只相信我自己看到的。我
这几天一直在跟自己说没事的，我真的想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是我心里真的很难受，我过不去。我知道静远为你们家做了很多事情，于情于理，你不能不理他。我知道你很难抉择，那我替你做决定吧。我退出，我真的很累。婉清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，你家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快告诉我，别让我着急啊！真的不重要，好好照顾金远。什么意思？就这样结束了？就这样完了？你就这样放弃了？我不相信。我祝福你们两个。香港那块地皮是个机会，你好好把握。阿姨，静媛小姐，这个是要给金帆的吗？是，乔总刚洗的衣服。那你给我吧，我正好也要上去。好的，小姐。谢谢啊。你怎么猜？金帆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我怕你在公司不想见到我，所以我就先回家陪着奶奶。他没事吧？嗯，她一直睡着。这种事情交给佣人做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闲着嘛。我说不用就不用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去看看奶奶。要不然，等我去趟香港再决定这个项目。来不及了，几大建筑商正等着我们放弃，包括万邦跟华朗。合同一签，如果资金没有到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过几天雍雅水岸就要开盘了，都是豪宅式楼盘，市场反应也很热烈，到时候会有大笔资金进入。
可以骂我，可以打我，但你别不理我呀。我这段时间在乔家已经受了很多的委屈，怎么连你也孤立我？事到如今，我对你、对我这一生、对整件事，我都无话可说。这4个字，你明白吗？妈，如果我真的想把事情弄复杂，我就会拉着你去乔家当面对质的。我再笨也知道，奶奶她睁眼说瞎话，颠倒是非。那天陶艳萍她脸都青了，乔家上下都看得出来，但就是没有人去追究真相。如果真相能让乔家家变，要这真相干嘛？我才不管呢，我对乔家没感情。哼，那你就去建立那份感情，你才会明白乔家家变，你会刺痛，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真正走进乔家这座大宅。妈，我遇意外这件事呢，往后就不要再提了。你即使再提，我也不会承认。你要想你的孩子将来有个好的前程，就不要今天自绝前路。那你也不需要回法国吧？我不回法国，你爸又像20年前分身两边。只要我走，乔家和陶艳萍那边就会明白我的心意，你相对也会安全。您都知道他们会这么想，因为我跟他们敌对20年，没人及你的敌人会在想什么。就这么决定了，你要当我是你妈，就不要再讲话了，好不好？爸，还没有整理好啊？好了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妈，哎，最近工作太忙了，今天才来看您。没事，没那么重要。我又不是马上回法国，还有几天。我昏迷这段日子，多亏你照顾小雪。现在小雪怀孕了，脾气不好，你就多担待一点啊。再有，麻烦你呢，再给我订一张去法国的机票。爸，你不会真让我妈一个人去法国吧？我在昏迷之前就决定的事，不能因为睡了一觉就变了。对了，来雪，这次你也要跟妈妈一起去法国。妈，到了那边，我会照顾来雪把孩子生下来。等孩子出生以后呢，我先带着。等孩子慢慢长大，慢慢学会说话了，我再让来雪把孩子带回来。我跟来雪不能给她完整的爱，我不能再犯第2次错了。我不去法国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听话，你怀孕脾气不好，我怕你一个人在这边出事儿。你经过了我的同意吗？来雪，这么多年来，妈一切都依你的，但这次你要听妈的，妈也是为你好啊。我不同意，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，你没有资格安排我的人生。你要去法国，我阻止不了，但你不能决定我的未来。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还有，就算我爸不认我，我的丈夫不要我，等我孩子生下来，我会让他跟着我姓来。雪儿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放不下呀？你到现在还不清楚你要什么呢？你跟我说放下，那他放得下吗？他为什么不放下，跟我们一起去法国呢？当年为什么不放下，跟你私奔呢？雪儿，雪儿，快去追呀！劝劝他。如果你没醒过来的话，这个真相可能就真石沉大海了。什么事啊？是妈跟艳萍对不起你，我安排你们见面，让他们给你一个说法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什么事都不记得了。是我对不起你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其实你不用去法国的，我们在一起，可以堂堂正正的留下来。妈和艳萍不敢说你半句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就别再遗憾了。以后
你不忙的时候来看看我，我就满足了。你还会等我吗？我当然会等你，我都等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怕再等几年吗？凤仪，还是你最懂我。我知道，你不光是为了乔氏的江山，其实你最在意的、最在乎的，还是金帆。你那么在乎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你们爷俩谁也不肯低头，你们的冷战要到什么时候结束？凤仪，我真的不敢想，他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这么理解我。别动。你怎么有这么多白发？疼吗？是因为我吗？我的出现打乱了你的生活。从年轻直到现在，如果当年我没有恰巧看到那则启事，没有心血来潮去乔氏应聘，也许我们就不认识了。也许你就会顺顺利利的结婚生子，转型事业，不用担心我的生活，孩子们也开心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问你，我说你怎么没有白发？你说你可能烦恼少。那个时候我想象中最幸福的事，就是能有一天等你老了，我坐在你旁边，帮你拔掉所有的白发。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，要相信爱是一种生活。一路上你和我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。你跟着我干嘛？去找夏婉晴啊！把你这个烂摊子处理好了，我才可以去找夏婉晴。恶心！我只不过是恶心，那你呢？你知道你跟婉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吗？她会因为自己爱的人幸福而幸福，而你呢，希望大家都不幸福了，你才开心。莫凌天，你自己是什么货色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在外面勾结了别人，想要拖垮乔氏。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那个人就是夏正朗。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在家安胎也不安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做梦了，你自己有几斤几两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拿什么跟我格斗啊？我没听错吧？叫乔金帆哥哥，叫得这么亲热，他不是一直都是你的敌人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但是我敢肯定，如果我出事，不管他再怎么讨厌我，他都会来救我。可你就不一样了，我怀的是你的孩子，如果真的出事，你也不会理我的。没错，不只是我不会理你，就连你爸、你妈也不会理你的。你打击不了我的，就算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还有我的孩子。我告诉你，就算这孩子出生，他也得跟我的姓，姓莫。这父子俩终于把该签的和不该签的都签了。
通天京甩了这烂摊子，夏董你也应该得到不少好处吧？放心，不会少了你那份儿。啊，不是这意思。我看乔氏这艘大船还能再撑过几个浪头。雍阳水岸开盘，那可是乔氏经济上的曙光啊！我很好奇啊，如果还没开盘的楼盘出了事故，会是什么情况啊？夏董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。妈，你还是改不了偷看我手机的习惯。不是的，你不是1个星期没跟我说话了吗？妈是怕万华再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这是万华留给我的一封信。我跟万华已经结束了，他去新加坡工作了。连电话号码都没有给我留下，以后你偷看我手机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儿子，别难过啊，妈给你介绍一个性格好又大方啊，又好的女孩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了，明天妈去兰心会，你一块儿去吧。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，只要妈能做到，妈都答应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对婉清好一点。现在在这个家里面，她比我好，比我懂事，也比我孝顺。最近，她跟金帆好像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她真的很需要家人的关怀。好吧，你听妈的，妈会更听你的啊。我去洗个澡，然后去酒吧。哎，你不要借酒消愁，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啊。有个朋友看上了我的酒吧，我打算把他给转让了，就可以多一点时间回华朗，好当你们心目当中的孝顺儿子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哎呦，太高兴了！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爸爸，你爸一定会很高兴的，乖儿子，乖儿子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婉清她应该不会来吧？如果不是以他的名义，我能约你出来吗？找我什么事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我不太了解你和婉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也猜到了一点。我妹在那之后，她的情绪一直不稳定。我相信她没有跟你说我家里的事吧？没有。我本来应该尊重她的选择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说，我觉得有这个必要。我跟婉晴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在我5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事了。是我爸跟我小姨把她生下来的。我妈把这个当成她人生的一个污点，一直对她很冷淡。而我爸就要顾及我妈的感受，一直不敢去疼爱她。只有我一直把她当成是我亲妹妹一样，去疼她，去保护她。
我不希望他在这个冷漠的家里面一直受委屈。婉清她自己不知道这件事，她一直是以为我们家里面重男轻女，所以父母对她不好，她也没觉得什么。可是那天我妈生气，她不小心把这个秘密给说了出来。本来这些家丑不应该外扬的，但是我真的很疼爱我这个妹妹。我希望能给她找到一个好好的去疼爱她、守护她、真心去爱她的人。这个孟灵天真的是我看错眼了，而你一直受到家里的影响，不能做什么。我这个人其实对爱情也是一团糟，本来我是没有资格给你提醒什么的。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有个好的结果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能够相遇相知，最后能够走到一起，真是很不容易呀。我这个酒吧就交给你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要离开这里？你要去哪儿？这个酒吧可是你的心血。有一些地方会让我想到一个人，睹物思人嘛。再说了，如果你拥有这个酒吧的话，你就有机会跟婉晴在一起。我跟万华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跟婉晴在一起。谢谢你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华朗的继承人呢？家族生意不做也得做。我明白了。谢谢。这不是新开的冤牙水案吗？怎么会干事呢？很好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找人把现金给你送去的。你现在赶紧找个地方避避风头，知不知道？好，就这样。小创，有事啊？这些合同是你签的？对。有些是我签的，有些是乔董签的。这合同这么大漏洞，你为什么签？小创啊，咱们都是打工的，别那么劳心，啊，功高盖主是罪过。老板说怎么办，咱就怎么办就是了呗。好，我明天让刘昌跟我飞趟香港。站住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合同都签了，没有回头路。喂，车，快来雍崖水岸地盘，这边失火了。严重吗？烧通顶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地盘失火了。我没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乔董告诉我的。乔董告诉你的啊？然后你坐在这儿跟我聊天。我怎么办？我又不是消防队，我拿脸盆帮他们救火去啊！笑话。喂，乔董。小超，你爸呢？
我爸在洗手间。楼盘大火，叫他马上来雍雅水岸现场。明白。好。你不是说乔董早就告诉你了吗？我刚才进门，你在跟谁通电话？什么陷阱？你让谁去避风头？儿子，有些问题我路上再告诉你。乔家父子在等着我们呢，走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跟我喊什么？小闯，你可说过要跟老爸一条心的。现在咱们马上就要坐着马车进凯旋门了，这个时候你别跟我犯糊涂。我跟你说过，如果你想干什么，你跟我商量一下。我怎么跟你商量啊？我怕你临阵退缩，我没办法，我只有找夏正朗，还有孟灵天。你放心，老爸胜券在握。孟灵天，在这关键时刻，你不助老爸一臂之力，将来乔氏的所有财产就让莫灵天一个人给吞了。乔氏集团迟早是撑不下去的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现在的命运在助我谢昭后一臂之力。小创，你要真能跟明娇结了婚，那你就是乔氏的正式女婿，你比莫灵天值钱多了。儿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从小放在乔金帆身边一起长大？我就等着这一天呢，我让你取代他。谢总。啊，乔董到了吗？啊，都在里面了。哦，哎，谢总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楼都烧通顶了，我这还有2个内部认购的单位，我要知道怎么处理的话，我就不开这个会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乔氏股票跌了多少？从28跌到15了。15？我可以保证，是意外，绝对是意外。有什么损失，我们会弥补。我们手里不止这一个项目。什么？已批核的贷款怎么能撤回？我跟你们银行长期合作的，这么多年了，要讲信誉啊！就知道趁火打劫。当年乔氏风光的时候，哪间银行不排着队想跟我们做按揭啊？赵后啊，保险公司那边怎么说？啊，乔董，我跟那个保险公司还有公安的、消防的一起到那个起火现场看过，他们说要彻底调查。但是那个报告、申请什么的要一一批准，时间可能会长一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要查出来是谁放的火，现在就派人去查。乔董，股民呐，都是羊群心态，他们大量的减持和抛售乔氏股票，你该下令，用公司所有的流动资金购回股票。要是有人趁低吸纳，那乔氏可能会陷入另一个危机啊！就依你的想法去做，把手头的一切工程先停下来。好。爸，我们那2个大项目是停不下来的。如果停下来的话，股民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啊。乔董，我们还有一个项目是不可以放弃的。香港那块地我已经签了合约，下个星期要交10亿定金。乔董啊，我收到了公司律师的一个文件，您看看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乱签文件！你什么时候签的？这有区别吗？如果我们放弃这个项目，那我们在海外的声誉就彻底崩溃了。如果这个项目顺利启动了，那所有银行就会捧着资金追着我们屁股走，那今天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，乔董。可是如果要出了差错，乔氏可要担很大风险的。乔董，海外一直有几家大的建筑商争抢这块地，
只要我们拿到它，到时候以什么样的条件让谁加入，就由我们说了算。你们初出茅庐啊，动什么风险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壮士断臂，那所有同业就会把我们当成残兵，那以后还能有大项目在我们手上吗？把你奶奶接出来，大家再商量一下。等奶奶知道整个局面的时候，就已经晚了。股票市场还有所有的项目都不会等人的。爸，我们不能被谣言吓退。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扛下去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把我这个项目做抵押，给进番资金。好，就是不肯，也只能扛下去。